现在的日本人有多输不起？同样是外资品牌找本土明星代言，苹果、奔驰、宝马在日本遍地都是，日本艺人随便代言，全网一片平静，没人说不爱国。结果轮到咱们比亚迪找了个日本国民女星拍个正常广告，直接被骂到热搜爆榜，人身攻击，扣帽子轮番上阵。说白了，不是代言出了问题，是比亚迪这台车精准戳穿了日本汽车工业最后的底气和骄傲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7月28号，比亚迪专门为日本市场量身打造的纯电 K-Car 车型海塔正式在日本上市。这台车刚官宣的时候，日本业内直接炸锅，很多日本人直接用了一个很有历史感的词“黑船来袭”。熟悉历史的都知道，当年西方黑船打开日本国门，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发展轨迹。如今他们用这个词形容比亚迪，足以见得心里有多慌。为了让新车更好落地，贴近日本普通民众，比亚迪特意走了本土化温和路线，没有高调宣传中国品牌标签，反而找了日本一线国民女演员广濑爱丽丝代言，拍了一套超级治愈满满的日系风格广告，明黄色的背景，温馨的居家场景。广濑爱丽丝一身红衣出镜，全程就是简单展示车子好开，家用合适，连 BYD 的 logo 都只是轻轻一带而过，低调到不能再低调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么一条温和的日常广告，直接把广濑爱丽丝推上了风口浪尖，被日本网友骂得狗血淋头，全网铺天盖地的恶意攻击，各种离谱的帽子疯狂往头上扣，不爱国、拜金、背叛本土产业，甚至还有极端网友骂他是国外势力的代言人。更过分的是，这群人还翻遍了广濑爱丽丝过往的所有采访，逐字逐句鸡蛋里挑骨头，专门找黑料进行人身攻击。很多人肯定纳闷，至于吗？不就是接个汽车代言？这里咱们必须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。之前比亚迪找长泽雅美代言海豚海豹，同样是日本国民女星，同样是代言比亚迪车型，当时也有零星酸言酸语，但完全没有这次这么极端，这么疯狂。区别到底在哪儿？是的，区别根本不在代言人，差别就在车型，在于这台车动了日本车企的命根子。海豚海豹是全球车型，在日本本身销量就不高，说白了就是小众车型，根本威胁不到日系车企的基本盘，日本人根本不在乎。但这次的海塔完全不一样，它瞄准的是日本独有的 K-Car 市场，这是日本汽车工业扎根几十年固若金汤的自留地。所谓 K-Car 就是日本的轻型小车，尺寸、排量、动力都有严格法规限制，是为日本本土路况量身打造的车型。日本街道有多窄，车位有多紧张，大家多多少少都了解。普通大车在日本很多小巷根本开不进去，停车更是难上加难。而 K-Car 则直接挂黄色牌照，买车不需要提供车位证明，没有严苛的购买限制，而且保险、年险、各类税费全都比普通汽车便宜一大截。几十年下来， K-Car 早就成了日本普通家庭的刚需代步车，占了日本全年新车销量的近40%。铃木、本田、日产、三菱全靠这块市场稳定基本盘，养活大量就业人口。毫不夸张地说， K-Car 就是日本制造业最后的体面，是日系小车的绝对护城河。之前比亚迪的车型都是在日本车企不擅长的领域竞争，而这次海塔是直接冲到日本人最自信、最垄断的主场踢馆，不慌才怪。打脸的是什么？网上一群日本网友疯狂抵制，疯狂抹黑，结果日本政府自己先打脸了。大家口口声声说比亚迪不好，不该代言，可日本政府直接采购了比亚迪元，当作救灾应急电源车投入使用。为什么日本政府要这么做？道理特别简单，日本是地震、台风高发国家，灾害一来就大面积停电，老百姓日常用电、应急救灾全受影响。而比亚迪车型自带大容量电池，能当移动应急电源，完美适配日本的防灾需求。普通网友被舆论带节奏，盲目抵制，官方却清醒得很，实实在在认可比亚迪的技术和实用性，这反差真的讽刺到家了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内幕，特别值得细品。
海塔这款车，比亚迪最初的定价特别良心，按照国内成本和市场标准，原本打算定价6万人民币左右，就是想薄利多销，给日本老百姓带来高性价比的电车。结果这个定价直接被日本车企集体否决，坚决反对，他们直接表态不准比亚迪卖这么便宜。当时日本本土销量最好的电动 K Car 是日产 Sakura， 售价折合人民币10万出头。日本车企的底线很明确，可以接受比亚迪入局，但绝对不能比他们的车便宜。在日方的强势干预下，比亚迪只能被迫调价，最终定价定在10.07万人民币，折合260万日元左右，和日产 Sakura 价格持平。这波操作真的太好懂了，不是比亚迪想溢价，是日本车企根本不敢让低价高质的中国电车进来卷市场，他们太清楚自己的产品短板了。一旦比亚迪以6万良心价入市，本土 K Car 会瞬间没有任何竞争力，直接被碾压。不过，即便被迫调价，失去价格优势，海塔的产品力依旧是降维打击。高配版320公里续航，对比日产 Sakura 的180公里，差距一目了然。双侧电动滑门、L2 辅助驾驶、外放电功能、全套安全气囊，这些配置在日本同级别 K Car 上根本见不到。也难怪铃木社长坐不住了，公开喊话比亚迪，希望不要打价格战，要健康竞争。真的太好笑了，自己产品力跟不上，不敢正面比拼技术和配置，反而要求对手不让利，不卷性价比，这种底气小编是真的看不懂。看完网上的舆论闹剧，咱们再落地看真实的产品口碑。到底日本业内人士、资深车评人是怎么看待比亚迪海塔的？说实话，真实试驾反馈和网上的抹黑舆论完全是两个极端。最先出圈的是日本老牌车评人国耻光弘的试驾视频。这位干了几十年车评，见惯了日系豪车，深耕本土汽车圈的老行家，坐进海塔车内的那一刻，直接当场看呆，彻底破防。他全程满脸不可思议，一边体验一边忍不住惊叹，嘴里不停念叨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到底是什么配置让老牌车评人这么失态？其实就是可以前后调节的方向盘，带照明功能的化妆镜，脚踢感应双侧电动滑门。你是不是觉得方向盘可调，化妆镜带灯不是最基础的配置吗？但大家真的别用国内的用车标准去衡量日本 K Car 市场。在日本本土，铃木、大发、日产的 K Car 几十年如一日，偷工减料，能省则省。他们长期垄断市场，没有对手，早就躺平了，根本不愿意更新配置，优化体验。普通日系 K Car 方向盘固定不可调，内饰简陋，塑料感拉满，没有任何智能化配置，就是纯粹的简陋代步工具。日本消费者几十年被潜移默化，早就默认了 K Car 就是这样凑合用的。结果比亚迪来了，直接把国内高标准的造车理念完整搬到日本市场，把所有老百姓需要但日系车企舍不得给的配置全部拉满。而且比亚迪不是盲目造车，是真的吃透了日本用户的所有痛点。为了打造这台海塔，比亚迪耗时18个月，走访2000多户日本家庭，记录了上千个日常用车细节，专门设计带排水孔的雨伞槽，下雨天的长柄伞插进去，雨水直接排走，不会打湿座椅。杯架精准适配日本便利店500毫升饮品，连吸管角度都精心调试。前排座椅贯通设计，应对日本狭窄小巷停车难题。主驾门打不开，可以直接从副驾下车，刻意保留大量实体按键，照顾占 K Car 消费主力的老年用户。这种精准拿捏用户需求的用心，是躺平几十年的日系车企完全做不到的。也难怪老车评人会破防，他不是没见过好车，是从来没想过主打廉价代步的 K Car 居然能有这么人性化高品质的体验。如果说普通车评人的好评不够有分量，那日产前 COO 前副总裁志贺俊之的试驾评价绝对能代表日本车企高层的真实心态。作为亲身经历日系汽车黄金时代，见证日本车企称霸全球的行业大佬，他试驾完海塔之后给出的评价极高。他直言，海塔的底盘质感非常扎实，车身稳定性极好，重心很低，整体试驾质感远超同级日系车型，高级感十足。最耐人寻味的是他最后那句感慨：如果比亚迪的崛起能给丰田、日产这些老牌日系车企带来压力，倒逼行业进步，那对整个日本汽车行业来说也是一件幸事。这话真的一针见血，通透至极，圈内老人都看得明明白白。日本 K Car 市场封闭太久，垄断太久，整个行业早就失去了进取之心，安于现状，停滞不前。比亚迪的到来不是来搞破坏的，是来打破垄断，打破躺平乱象的。
咱们客观公正说句实话，海塔的产品力就是全方位吊打日系同级。入门版22.4千瓦时电池，续航210公里；高配版35.84千瓦时刀片电池，续航320公里，是日本首款突破300公里续航的纯电 K Car。反观日本销量第一的日产 Sakura， 常年20千瓦时电池，180公里续航，多年不更新不升级。而且大家要知道，比亚迪是在极其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实现的产品碾压。日本2026年新的补贴政策明目张胆偏袒本土车企，把供应链、电池资源、本土产能纳入考核，直接给外资品牌设限。本土的日产 Sakura 最高能拿58万日元补贴，特斯拉靠着松下本土电池最高能拿127万日元补贴，而比亚迪海塔补贴直接被砍到15万日元，一来一回差价高达40多万日元，硬生生把产品价格优势磨没了。即便面对这么苛刻的贸易保护政策，海塔依旧能靠着实打实的产品力，让日本业内人士集体认可，这才是最硬核的突破。其实汽车行业的规律从来都很简单，不进步不革新就一定会被淘汰，没有任何一个行业、任何一家企业能靠着吃老本永远躺赢。40年前，日本车企靠着省油、高性价比的小车杀入美国、中国市场，把欧美车企打得节节败退，改写了全球汽车格局。40年风水轮流转，现在轮到中国新能源车企靠着技术迭代、用户思维、极致性价比，重新洗牌全球市场。日本网友越破防越愤怒，越能证明中国汽车产业是真的站起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